欢迎收听华瑞投音观点。本周全球金融市场的目光都以前所未有的密度聚焦在4月29号的会议。这不仅是一次例行的利率决策，更是联准会内部权力结构与政策风向的重大历史转折。据法国巴黎银行分析师在最新研报中指出，美国司法部已经正式宣布结案，终结了针对鲍尔主席长达一段时间的刑事调查。这项行政决定具备极高的政治与市场意义，因为它彻底移除了最后一块关键的绊脚石，让凯文·华许能顺利获得提名并接任下一届联准会主席。根据华许在4月21号的确认听证会证词，他明确承诺将通膨率稳定在 2% 的长期目标，并将维护联准会的制度公信力与独立性视为未来任期内最重要的战略使命。华瑞认为，在联准会领导层交替的敏感窗口期，维持货币政策的高度连续性与清晰的透明度是安抚全球资本市场情绪、避免利率剧烈波动的核心。目前的通膨压力其实比表面数据看起来更加沉重。美国通膨高于 2% 的长期目标到目前为止已经整整进入了第6个年头，加上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危机迟迟无法解除，导致全球能源与供应链依旧充满高度变数。决策者非常担心长期通膨预期会出现所谓脱苗失控的风险。据法国巴黎银行的最新预测，联准会将会在本周的会议上正式调整前瞻指引，引入所谓的对称偏见立场。这代表在联准会决策官员的天秤中，未来升息与降息的几率已经回归完全相等，不再像过去几个月那样倾斜。华瑞认为，这是一个强大的心理战讯号，即便官员们在短期内未必会立刻采取升息行动，但这种对称态度的转变能有效向市场传达捍卫通膨目标的决心，防止物价预期在充满不确定性的环境中持续攀升。针对美国经济成长的基本面数据，据法国巴黎银行将第一季的实质国内生产总值成长预估值从原先乐观的 3.7% 大幅调降至 2.8%。 法巴认为，消费动能之所以出现如此明显的放缓，本质上是2025年过度透支市场需求的后果。当时为了规避新关税政策带来的潜在成本，企业界与个人消费者都出现了大规模的提前采购潮，将未来的需求提前到去年释放。加上电动车补贴与税额减免政策在去年底正式截止，这让2026年初的数据显得极度疲软，实质货物支出成长呈现显著的技术性减速。这就像是一场报复性的消费冷却期，消费者在经历了去年的疯狂采购后进入了休整期。但幸运的是，由于今年上半年有较大规模的税务退还资金到账，这在一定程度上缓冲了汽油价格上涨对家户支出的冲击，让消费 fundamentals 依然维持在基本支撑线之上。据法国巴黎银行预计，2026年全年的经济成长率将从先前预估的 2.6% 降至 2.3%， 这主要是受到中东冲突引发的能源价格冲击所拖累。虽然原油价格上涨对全球经济是个挑战，但由于美国目前身为全球能源的净出口国，加上持续增加的国防预算与石油产业的资本投入，这从国防与能源的防火墙确实有效缓冲了经济陷入严重衰退的风险。华瑞认为，劳动力市场也正在发生深刻的质变，受到人口老化与移民政策趋严的双重影响，劳动力趋势成长率已从疫情前的 1.5% 至 2.5%， 骤降至目前的 0.5% 左右。这代表就业数据的零成长将逐渐变成一种新常态，它不再是判定经济陷入传统衰退的唯一指标，投资人必须重新调整被衰退门槛的认知。据法国巴黎银行报告指出，目前经济结构中最关键的支撑支点是第一季非住宅投资表现异常强劲，其年化成长率预期高达 7.4%， 远超市场预期。这股惊人的成长动力几乎完全是由人工智慧相关的科技支出所驱动。华瑞认为，这反映了全球企业界深层的集体共识，即便2026年的成长节奏会因为通膨而变得闷一点，但现在投入的每一分钱都是为了2027年的生产力爆发做准备。据法国巴黎银行测算，人工智慧的具体红利将在明年开始真正转化为实质生产力，预计能为2027年的 GDP 额外贡献 0.3% 到 0.4个百分点，进而带动全年经济成长回到 2.4% 的稳健水平，而失业率则能稳定控制在 4.1%。 在市场交易的战术配置上，据法国巴黎银行已于4月23号平仓了2年前端的短期空单部位，
主要原因是司法部结案的消息让市场重新评估了2026年降息的可能性。但华瑞认为，在目前的宏观环境下，市场对于鹰派惊喜的敏感度与反应力度依然远高于鸽派消息。法巴认为，在操作策略上，投资人应维持长端的对冲配置，特别是针对2与30年期的政府公债，布局利差趋向陡峭化的非对称性交易，以应对中东冲突可能带来的多种极端场景。华瑞认为，人工智慧引发的深度科技赋能已经正式演变成2026年美国经济唯一的救命稻草。它强大的生产力修复能力能有效抵消高通膨与低成长带来的双重压力。投资人在此刻不应只看短期的数据震荡，而应该特别关注公债利率曲线的变化，并在市场波动中冷静布局这场即将到来的生产力革命。现在的经济放缓实际上是为了生产力结构性的重整而进行的蹲跳准备，目的是为了迎接人工智慧带来的生产力大跃升。长线布局应坚定不移地跟随科技转型与资本支出的趋向。人工智慧对全球经济的实质价值将在2027年迎来最灿烂的绽放时刻。这股力量不仅能稳住美国经济的底盘，更将成为高通膨时代全球最强大的成长引擎。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观看，希望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启发。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欢迎追踪华瑞。若您对加入华瑞有兴趣，或是想要与我们进一步联系，欢迎随时与我们联络。